想到我有一个封杀名单，我都不喝，所以我补一个故事。不好，可是我封杀他不是因为艺人本人，是因为他的经纪人。我跟你讲，很常是因为经纪人担心。我拜托你们找经纪人好好找，对，看不到害了你们，真的会害了艺人。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个主题需要，然后就是要找某个就是选秀节目出来的，就是有指定了。然后最近的选秀会吗？没有，有一阵子了，就真的对，有一阵子，但是跟星球有关吗？没有，就是蛮久的。 OK 然后呢，我那时候怎么样都没有这个经纪人的联络方式。然后结果我制作人就突然说，我还有这个艺人的脸书好友，他就跟我说，那他先私讯这个艺人。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，艺人说经纪人会来联络我。然后我就等了1-2天之后，我就接到经纪人的电话。他开头就大骂我，你们为什么可以私讯艺人？我就有点吓到，因为他一个大哥很凶，因为我也觉得我们又没有私底下敲定这个工作，因为还是有 pass 电话过来，我忘记我讲什么，就类似说不好意思，就是因为他们可能有认识，他制作人帮我询问，他说那今天如果对方是蔡依林的话，什么你们要直接私讯他吗？然后什么就有点骂脏话这样子啊，骂脏话。对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好，就跟他道歉，他最后还唠一句说你们什么节目啊？你们公司的节目我再也不会上。他封杀你们呢？对他封杀我们哦，那个人根本没有很红，重点，我可以直接讲名字啊，你们帮我逼掉。好加。我后来吓到之后，我上网查那个经纪人的名字，好像是他的老板。可是我觉得从头到尾都不干我的事。我还发现那个老板其实跟我制作人还是脸书好友，但是他可能不敢直接骂他，他骂我，把气出到你身上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同一个节目我也有封杀过一个。我们不用玩游戏，直接讲。直接讲啦！我跟你说，那一个是我在之前一个节目，音乐节目，然后那时候我还是小助理，我在按提词机，然后那时候已经是 live 完要加入，所以已经晚上10点后，大家都已经很累，然后我是人，我也会累啊，然后我就按提词机嘛，然后他那个单元是邀请他们来唱别人的歌，比如说圣诞节，他就唱圣诞节的歌。可是我觉得好有提词机就算了，但是你艺人你要唱歌，你基本上你要自己先背好吧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吧。你该不会都用提词机吧？你是靠提词机的吗？你不要这样。刘德华不看提词机的，完全没有提词机，你有那办法做到吗？没有提词机，耳麦也会有。你说念给他听是不是？有人会念吗？会念哦，会念。这样子可以哦，那他要怎么念？冷冷的冰雨在天上，是这样是这样。冷冷的冰雨在天上忽然的拍打。他不会说不要吵。如果是我就说你不要吵。还是他是用唱的啊？他是用唱的还是用念的？念的。真的哦。因为有的时候，你们试试看，你念。我有我的力量，我有。你不能唱，你到时候害他走音。不行，那是太快了。哦，太快。要抒情歌。抒情歌。忽然之间你会不会？忽然之间不能唱。天昏地暗，天昏地暗，真的可以用可以耶，可以哦。有的时候场跟场接太近的时候，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准备，而且因为我的身份比较多，我有时候要背主持人稿，有时候要背。好，让你找到借口了，可以。对，我借口蛮多。好，我还没讲完，反正 anyway 呢，那一天就是他就唱的时候，然后我就是有点晃神，我就没有按下一页，他就停了。好，你停了就算了哦。他就说那个提词机，我整个背凉，然后我那个气话就大骂阿秀，你那个都是因为你什么时候，我就好，因为其他艺人他们其实多少都有背，因为其他艺人坦白讲我也有晃神，但是他们就是接着上，懂。然后我觉得你晃神归晃神，然后你出错，那你就不要把我拱出来啊。哦，不能讲名字，因为他出错，他就要把一个。对啊，因为不然他会觉得是他的错。对，谁？帮我逼，谁？自己逼，你自己逼。哦，都是有些年纪的人。那你有没有？喝一下，我有一题想要问你要问我吗？对。你有没有在一个节目上面，然后看到一个男星是帅到你觉得你当场就想要把很多哎，真的假？你很花哎。我最近有一个，他不是台湾人，韩星，他是香港人。哦，你刚刚看过的谁啊？谁啊？刘俊谦。对。哦，刘俊谦。这要逼吗？这个不用吧？对，不用啊，他超可爱的，他很可爱啊，就是个性可爱，个性、脸蛋、身材。哦，他身材还不错。对他讲完身材。我就叫他小芊芊，我就叫他小芊芊。是哦，那你想要跟他都可以，要他签名哦？你说指这类的吗？差点跳入那个圈套。他以为是他自己想要。对啊，我签名可以啊，或是拍照啊。所以杨，我想问你一题，
是。到底飞轮海有没有合体啊？我现在最想看到也是飞轮海，你们有机会吗？但你是什么心情？因为他真的是我们小时候一个偶像，对，那时候就是大家最中现在流行合体，整个班上都在讨论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他们都先没有做，我们是第一个，我还有可能考虑。你不喜欢跟我风不喜欢跟风。啊？你确定只是这个理由，还是你们有不合？问题是出在谁啊？可以讲，我帮你逼。我说事件好了，好像事件。这我也想蛮想知道。经纪人先回避，你要不要先去睡觉？还是你也要来讲？你要来该躺的去躺，好不好？不用管。因为我有1年开刀嘛，脚受伤，然后但是我们那一年就是在北京有开演唱会，但是我们在演唱会之前就是有一些小争吵，然后我们就闹得不开心，但是下一秒他居然把我背起来走上台。好假哦！因为中间都没有任何缓解的空间。那你不会故意掉下来，然后说他故意摔你？没有，因为我当下傻眼，可以这样吗？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这是示好还是什么？就是马上的，因为他的玩笑是我跟你会不爽的哦，不是玩笑哦，他是那种类似像羞辱，对。那我问你，可是后来这个不在一起被导成是跟感情有关，这个有人信吗？可是我觉得信的人只是多跟少，智商偏低吧？对啊，因为平常你们看我都是喜欢稍微偏瘦弱型的。对，好像有跟到，对啊，我的菜很有一个框架啊。在 A 级太长有你的菜吗？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好，我问了，我敢问，我勇敢问了，为什么？我问了，好让啊！你怎么自己乱插一个键？我就说他不用喝，他就他从坐下来就很想要。我跟你讲，我当时接这个节目，我就知道有可能会有这个风险。对呀，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说，我一定要把分内事情做好就好。然后我的关心都是出于真正的关心，所以我不怕这件事。可是没有动没掉的时候吗？没有，还是说音乐也没有出现这样？有可能。没有你的菜，可能就是对，不是你的菜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很可惜，真的就合体遥遥无期的感觉。我不觉得不可能，但是现在这个时刻，你觉得你能某一天放下这一些吗？哎，你在打嗝吗？男艺人打嗝哎，好精彩！哪一个还好？节目上吐。我上一个通告其实有回答这个问题，我说此时此刻不可能，但是也许有一天真的在一个巧合下，我们坐下来吃饭，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聊，我觉得就有可能。好，就这样。好啦，真的讲太多了吧？对啊，聊那么多哎。来，刚完之后你就可以宣传你的生日会了。我其实答应过我的粉丝一件事情，怎样？就是有机会的话，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坐下来喝喝茶或聊聊天这样。但是我必须说，你在没有出事之前，你真的太忙太红，多到采访都，其实怎么又是炎亚纶？哎，真的有过哎，真的哦。那一阵子太多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我再分享最后一个，然后我们就结束。就是其实那一段时间就像在冲浪，因为我在浪上，我自己知道，但是我没有开心，因为我觉得蛮可怕的，因为我是经过这个起伏的人，我知道如果我没有把这个浪撑好的话，那下去我会很痛苦。对，所以我其实有逼我的经纪人说，不管什么，别人只要来问，我就要想办法接下来。Everything， 然后他跟我说：“你有必要这么急吗？”我现在才体会到这件事情。所以为什么你刚刚一开头说这是老天给的礼物，我是完全不是因为官话，我是真的认同这件事情。鬼鬼也跟我讲，他第2季营业中没有去嘛，然后我就说你怎么舍得不去？对，因为好不容易有一个节目是大家都知道的。他说：“可是我就是想休息。”他说：“你也应该这样做。”我说：“我没办法，因为我经历过没有的时候。”然后结果其实事实证明。你应该要放过自己。好，来，谢谢亚纶，今天让你想喝了，对不对？陪我们聊天，最后要不要真的讲一下你的生日会？还行的吗？真的不用吗？11月20，在这里。没有啦，我们祝他生日快乐，这个才是叫他来对庆生日。等一下，主持人，等一下，要唱歌还是要生日快乐？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好，点唱歌还有一大段。来，5、6、7、8，生日快乐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这个喝酒很有用。好啦，真的很谢谢老天。还有通告，好。